咱们通常来讲呢，大家一提到头盔，那第一反应想到的呢，可能就是咱们所谓的这个摩托车头盔啊，包括这个安全帽啊这样的一系列的头盔。这些头盔呢，它通常都是以我们单纯的防护作用为主要目标。但是呢，提到咱们的这个飞行员头盔，大家可能第一联想到的呢，飞行员头盔就一个字，帅。我叫王居豪，来自航空工业航宇救生装备有限公司，目前呢在从事个体防护装备的一个研发工作。咱们2代机适配的头盔呢，通常都是以仿制原苏联头盔为主，它采用的结构呢，盔体材料一般以玻璃钢为主。采用玻璃钢为主来制造的头盔呢，通常一般来讲，它的重量是比较重的，可以达到1.5公斤以上。到了咱们的3代机以及3代改这样的一个飞机呢，我们在原本玻璃钢制成头盔的基础上，我们进行了一个设计优化，我们从原来的仿制走向了一个制研的道路。我们采用了这个方轮材料来替代传统的玻璃钢材料，这样的话呢，我们不仅头盔重量从传统的1.5公斤降到了现在1.2公斤左右。此外，在这个碰撞穿透这个实验过程中，我们也可以明显看出来，方轮材料织物做成的这个头盔，它的防护效果要较原有的玻璃钢头盔有一个明显的提升。随着咱们4代机一同亮相的呢，其实是咱们一款轻型保护头盔。在这一款头盔的设计过程中呢，我们融入了美观化的设计理念，打破了原本头盔设计中曲面圆滑的固有模式，而更多的采用了这种线条化的设计，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头盔外观硬朗锋利的一个形象，给居民网友们一种科幻的感觉，留给了大家更多的想象空间。那后来呢，随着我们通用化、模块化理念的提出，我们在基础上做了一个优化改进。这个头盔上面2个减重孔的椭圆形设计呢，与头盔镜片的颜色会有一个对比，那就好比熊猫的眼睛，这样就被居民网友们亲切地称之为熊猫盔，可以说是相当的形象。那什么叫做通用化呢？其实咱们这个广大居民朋友们应该也能够看出来，咱们现在4代机所配备的这个通用头盔，它不仅在4代机上有所运用，而且在咱们的3代改上其实也有大范围的使用。那所谓模块化呢，因为我们这款通用头盔对应的有不同的作战场景，你比如说咱们的夜视、夜间使用，以及近距离作战过程中如果没有头显，它可能需要涉及到配挂这个头瞄，那这就涉及到我们头盔需要集成不同的功能模块。我们可以通过在头盔上增加这个夜视镜安装板以及头瞄安装板等等样的形式，来保证它对不同任务模块的一个兼容。在传统的这个头盔分大、中、小3个号型的过程中，我们经常有接到飞行员反映，他这个头盔佩戴以后，它的大小不合适，尤其在经历这种特殊工况，比如说长航时、大过载情况下，他们会有局部压痛以及头盔位移过大等等这样的情况发生。那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为了保证飞行员的作战效能，从传统的这个大、中、小3个号型，我们对飞行员进行了细化的分型分号以及1对1的个性化定制。我们会对每一个飞行员的头部数据进行一个3维的扫描，根据他头部的点云情况拟合出最终的这样的一个数字头型。在采用个性化定制以后，每一个飞行员都可以拥有他自己的头盔，我们就可以将飞行员的名字印在他自己的头盔上，这样就可以增加飞行员的荣誉感和认同感。咱们居民网友们熟知的飞行员面罩上，它通常是有2大活门的，一个呢是咱们的呼气活门，一个是吸气活门。那咱们最新款的面罩上，在这2个活门以外，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活门。那这个活门到底是什么呢？这个活门其实就是咱们现在所谓的防窒息活门。那为什么我们要设置防窒息活门呢？因为飞行员他在弹射过程中他有概率会出现重伤和昏迷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当飞行员落入水中以后，他就没有办法自主地取掉氧气面罩。氧气面罩软管进水之后，飞行员就有可能会出现窒息和溺水的情况。那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我们就在氧气面罩上增加了防窒息结构。防窒息活门呢，在世界上属于我们国内的首次自主创新。居民网友们呢，通常会在3代改以及4代机上看到咱们配有防窒息活门的面罩。这种面罩呢，通常是配套咱们的通用头盔来进行使用的。
说到咱们显示类头盔啊，大家居民网友们经常在科幻片上有看到这种头盔的一个概念，在飞行员的眼前会叠加有不同的这个飞行信息、瞄准信息以及各种制服信息，非常的充满科幻感。咱们显示类头盔所要实现的第一要旨呢，就是看到即射击。那这一概念的提出呢，并不是现代战争中提出来的。对于这一宗旨的探索，其实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过程中就已经有工程师提出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有一个工程师就设计出来了一款枪械类头盔，它是将枪械固定在这个作战士兵的头部，它的扳机呢是通过一个下颌带固定在飞行员的下巴上。这样呢，飞行员通过这个头部朝向可以完成瞄准功能，通过这个嘴巴的张合就可以完成枪械的射击。这个呢，就是咱们世界上第一款实现看到即射击的头盔。目前呢，我们已经实现了显示类头盔的自主研发，它的显示市场在双目叠加之后，可以实现30度乘40度的显示市场，可以将实际飞行过程中的飞行信息以及武器信息传递到飞行员的眼前，同时呢，也可以借助飞行员头部的朝向来指引飞机的火控武器以及雷达系统工作，实现我们所谓的看到即射击的概念。同时呢，在未来的发展中，我们也会在显示头盔的基础上集成眼动信息、脑电信息等等生命监测信息，形成一款综合化的智能头盔。这款头盔将成为飞行员与飞机之间交互的第一平台，也是飞行员决策的第一助力。未来的综合智能头盔必将成为飞行员大脑的第一辅助。当飞行员驾驶飞机进入作战场景以后，他将会面临热负荷、高过载、落水、火情等等多种严峻的生存考验。这个时候，我们飞行员的防护服装的作用就必不可少了。那针对高过载情况，我们的防护服装中就有抗和服。抗和服的工作作用呢，就是当飞行员在空中进行一个大过载的飞行时，通过对抗和服的囊进行加压，腿部的血管就受到囊的挤压。这样呢，就能保证血液有效的流向飞行员的头部，来保证它的氧供给。那针对落水这个情况呢，我们为飞行员配备的有博士救生衣，还有抗浸防寒服。博士救生衣是保证飞行员在落水之后，他的头部能够保持在水面以上，能够实现一个有效的呼吸。那抗浸防寒服呢，是为了保证飞行员在落入水中以后，能够保证他的体温维持在一个稳定范围。那针对飞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这个火情情况，我们目前为飞行员配备的这个带长背心以及抗和服都采用了主燃之物，这样呢就能保证飞行员免受火情的威胁。过去我们在进行防护服装的设计时，通常针对单一的防护功能，我们就会设计出一款对应的服装，这样就导致当飞行员需要多种防护功能时，他需要将这多种的防护服装依次的穿戴在身上。这种洋葱皮式的这样的一个防护服装模式，不仅呢会导致整体防护服装的重量上升，同时呢也会导致飞行员的一个操作不便，影响它整体的这个作战效果。那随着飞机自动化程度的不断提高，那飞机整体对于飞行员这样的一个态势感知能力也在不断提升。那么传统的单一功能的这样的一个飞行服就没办法满足目前飞行员的作战使用需求。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在传统的服装上进行了一体化、综合化的服装设计，比如咱们现在所谓的电湿防护服、抗浸防寒服等等。为了提升服装的美观化设计程度，我们在旅飞服装的设计过程中进行了一系列的适体现和美观化的研究。经过重重设计与迭代，我们从2大服装学院提供了30多套服装中，优选出来了2套具有代表性的服装，并从中筛选出来了浓和阴2种设计元素，融入到我们的服装设计过程中。战鹰的标志图形呢，采用了中间对开的布局，形成了干链的切割线条效果，体现了鹰击长空的搏击理念。同时呢，以龙鳞为原型进行了变形设计，在飞行员服装的各种关节位置，我们以胶板印的形式将龙鳞印刷在飞行员的服装上，这样呢就能体现飞行员作为龙的传人这样一个身份。我们部门呢，目前为止是有55名设计员。
其中在35周岁以下的占比将近80%以上。那在大广泛这个军迷网友眼里面，可能大家都觉得我们这份工作是非常有趣味性的，因为我们可以经常的去跟飞行员打交道，也能够经常接触到我们的飞行员的头盔啊、服装等等这一系列的个人装具。但是呢，其实我们的这一份工作更多来讲，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份责任，一份千斤重担。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无论是我们所画的每一份图纸，我们手里所穿的每一针线，我们所生产的每一个头盔，对于飞行员来说都是最后一道保护墙。这意味着我们永远不能够出现一丝一毫的纰漏。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能够在公司里面看到，为了我们设计图纸中1毫升的漏气量、1毫米的误差、1克的重量，或者说在生产线上一个刮伤、一个磕碰等等这样的情况，各设计员、车间的工人在进行通宵的反复的优化设计以及返修返工这样的操作。在我们公司有这样一句话：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其实我们从事防护救生的这个设计人员在私下沟通过程中，我们都发现其实我们的心理是有一点扭曲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一方面呢，我们希望我们的防护装备能够正常有效的工作，另一方面我们也同时在盼望着我们的防护装备永远不要工作一次。